以太坊正面临重要的多空分水岭吗？如果你对这个问题感兴趣，请随我看下去。非常欢迎各位可以使用下方的 Bybit 链接，现在只要 KYC 入金$100，你就可以立即得到$1000价值的比特币合约仓位，而且这是真实的合约仓位，也就是你只要盈利了，你是可以直接提币走的。所以很欢迎大家可以点击下方的链接，参加这么优惠的活动。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以太坊的行情吧。我们之前都是看比特币，那现在呢，我们来看一下以太坊。以太坊的话，你可以发现在这个位置，比特币的话呢，趋势线已经跌破了。我们可以看一下啊，我们同样从周线的视角来看待盘面的话呢，你可以发现，在这个位置，周线的趋势线对比特币来说呢，已经下破了。当然，我们下破的时候也产生了非常深的跌幅。那我们反观以太坊，我们可以发现啊，我们从周线上面的上涨趋势呢，趋势线它是还没有被跌破的，而且这个趋势线呢，目前呢已经产生了3个接触点了，1个、2个、3个。我们在前几天呢暴跌的针尖呢，它就非常完美的插在这根趋势线上面。那当我们面临这个趋势线会不会跌破的时候呢？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形态啊，这个形态，其实这个位置的压力呢，它是相当关键的。它自从我们在上一轮牛市的时候呢，它就已经出现了，大约是在$1900左右。如果我们抓一个好记的数字的话，你可以发现我们在前面的位置呢，有产生阻力的效果，后面阻力被突破过后就转换成支撑了。然后我们下破之后呢，我们再测试1次不过，2次不过，3次不过，那我们现在呢，受阻回落过后，回落到了这条趋势线上面。那我们可以再来看一下目前以太坊的盘面啊。如果说我们现在走的这个形态啊，它是一个中继的话，也就是下跌中继的话呢，那就会产生一个非常非常可怕的情况哦，也就是我们第一波下跌完成过后呢，我们再走一个下跌中继，走完下跌中继过后，还要再有第二波的跌幅，哇，那这个以太坊它可以跌到哪边，这就真的很难说了。但是如果说我们在走的这个形态呢，它是走中继的话，那前低点是必破的。不过啊，以太坊如果说前低点破掉的话呢，那我相信比特币的前低点，也就是大概在$15500多的位置呢，也是一定会破的。因为目前来看，比特币跟以太坊呢还是会完全联动的。那我相信，其实从技术面来看呢，比特币会破新低这件事情真的是很难看得出来，很难很难。所以以太坊我也会认为啊，我们在下面的这个位置呢，以目前来看，我不认为它是中继哦，因为我们上面的这个区间呢太小了。因为我们中继的话呢，它区间如果走的比上方要更大的话，那就很不合理哦。因为通常走中继，比如说这里，它就可以成为我们下跌的中继，它就是一个合格的中继，或者说合理的中继。怎么说呢？因为我们在上方呢，它是有派发的，派发过后下跌，然后在中继的位置继续派发，派发完之后再选择向下。这样是合理的，至少比例上是合理。但是我们中间这个形态，如果说成是下跌中继的话，那就还蛮不合理的，因为它真的走的时间太长太久了。好，那我们把时间级别呢切小啊，但我依然相信呢，我们在周线上啊，如果我们下破趋势线的话，也一定可以引起一波很大幅度的下跌的。好，那我们来看，我们在当前呢，其实我们已经受阻了。在前面它也有非常明确的互换的动作，阻力，然后突破之后呢，我们踩成支撑哦，在这里它做了一个往下试探底部的动作，然后再来一个直接反转向上。那我们后面跌破过后呢，也是把原本的支撑呢踩成了阻力的位置。所以其实以太坊呢，就以目前来看，它正面临的阻力。那如果说它反弹的话，我们要仔细看它1700的这个位置呢，会不会过？如果不会过的话，那我们在下方接触到趋势线的位置呢，我们就要格外注意了。如果说下破的话，那这是一个周线级别的趋势线下破，比比特币，我相信是可以比照办理的。好，不过以太坊其实在我们这一波下跌当中啊，它走的算是比较强势哦，算是比较强势。怎么说呢？你可以看我们这根针，重点其实也不是针啊，是我们是有反弹一段距离的。而比特币呢是没有，所以比特币它其实又更弱势，比特币它又更弱势。当然了，我们这看的是合约的图嘛。如果说我们要看
现货的图的话呢 ，OK， 我们看现货的图，我们可以发现，比特币它反弹的情况啊，真的是很弱很弱。它下跌过后呢，你就可以发现，它就在下跌的最低点的位置，就开启震荡了。这种反弹是真的很弱势的。一般来说，这种幅度的下跌呢，都应该要出现一波像样的反弹，而我们现在呢，并没有。所以，比特币它其实还面临着我们继续下跌的风险。而且我相信下跌的话，也很有可能跟前面一样是这种比较快速的跌幅。好，那我们看回以太坊吧。以太坊的话呢，它是有插出一段距离，并且有反弹出距离的，只不过我们在阻力位受阻了。好，那我们在切小的话呢，等等我们一样从日线上来看好了。从日线上来看呢，我们可以拉一个斐波那契。我们拉斐波那契，我们就可以发现，以当前的盘面来看呢，我们下跌最有利的这一段呢，是从大概$1835左右开始下跌的。所以我们在反弹的时候呢，我就会认为我们最猛烈的这波下跌啊，它不应该这么容易被吃掉。所以如果我们抓一个合理的斐波那契反弹位的话呢，顶多就是0.382这样0.382，或者是0.5的反弹位置。如果反弹到0.618的话，那我们就要怀疑这一波下跌它有可能是一个假的下跌啊。但我认为以目前的盘面来看呢，这个几率是很低很低的，所以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它反弹的高度，或者它就完全不反弹了。那还要看比特币的脸色，毕竟以目前的盘面来看呢，以当前市场的大环境，还没有以太坊它可以走出区隔于比特币的独立行情的这种机会，或者说案例，目前是还没有的。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比特币你可以发现，它真的反弹的很弱。其实它反弹的这么弱势，我确实是蛮担心它就直接就只有一个小小的反弹，然后就直接下破了，而且是快速的下破。那这样我真的会还蛮害怕的。如果说产生这种情况的话，但是以目前的盘面来看呢，这种情况的几率呢正在慢慢的增加，因为我们就这种幅度、这种级别的下跌啊，它真的很少没有暴力的反弹的。你可以看我们像前面这个位置呢，这波下跌 FTX 事件全世界第2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倒闭了，钱都提不出来，它下跌过后依然产生了非常非常大幅度的反弹。你可以看一下我们这根 K 线，不过我们现在呢，下跌的幅度有的，但是没有反弹的，那可以表示我们在下方的支撑呢，下方的需求真的就是很弱势的，真的就很弱。那你也可以看我们在前面这个位置，即使多头它被进攻这么长一段的距离，真的气力放尽了，它一样是有想办法反扑的。那我们现在以当前的盘面来看呢，真的是反弹的很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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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这个时候问题来了，因为从合约的图上面来看啊，比特币它的价格呢，它是直接插穿了我们下方的这个低点这个低点我相信是多头最后的底线了，真的是最后的底线了，大约是在$24,750左右。这个位置呢，现货还没有到，因为现货呢，它不会有这种爆仓的风险爆仓止损然后要市价止损的这种风险现货是没有的，但是合约有，所以合约的针你可以看一下各家交易所确实都不太一样，但是就 Bybit 来说，它直接达到了$24,200的位置，这个位置比现货要低了很多。那当然也是因为止损嘛，市价止损，然后连环爆仓等等的。那止损呢是一个买入的行为嘛，因为做多的人被爆仓，那做多的人被爆仓的时候呢，他们会买入平空，那买入的力量就会形成一波上涨。所以这波上涨呢，它并不是真正的需求如果是真正的需求的话，我们从现货的图表里面，我们也看得出来，我们也解读得出来。但是只出现在期货图表上面的这种插针行为呢，但现货图表上面却没有插那么深，那就表示这真的是爆仓爆的，而不是需求。好，非常感谢各位，非常欢迎各位可以帮我的影片点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各位，拜拜。